都说金厨银卫，想要提升家居幸福感，厨房才是应该花重金打造的地方。在我看来，厨房在设计上不仅要美观实用，同时还要考虑到便利性以及易清洁的特点。但是很多人因为缺少经验，在装修时未必会考虑得很周全，往往只有等到入住后才会发现哪些设计实用，哪些设计华而不实。本期小东结合亲身体验以及网友们的真实案例，给大家分享8个真正好用的厨房设计，缺一个都会觉得不够完美。1. 双饰面柜门。对于橱柜柜门，有人说肤感膜好看，有人说高光门好用，但真正体验过才知道，好看既好用的反而是价格最便宜的双饰面柜门。别看肤感膜柜门沉稳大气，但极易留下手印，遇到油渍更是超级难打理。再说高光柜门，虽说清洁不是问题，但表面易留划痕，在光照下会显廉价。对比之下，还是双饰面柜门优势明显，耐造抗刮，光照不褪色，价格还实惠。2. 厨房台面高低台。听劝，厨房台面有条件的都去做这种高低台，这个设计只有用过的人才知道它究竟有多实用。水槽洗菜区做90公分高度，灶台炒菜区做80公分高度，这样的台面高度设计，以后洗碗时不累腰，做饭时胳膊不酸，真的不要太舒服。3. 台面无挡水条设计。厨房台面做挡水条的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遮丑，但你要知道，厨房空间是个重油污的区域，所以不管做任何设计，都要为清洁做减法。就比如厨房台面做无挡水条设计，不单单是为了美观，关键是胶缝2变1，后期的清洁工作瞬间减半。4. 厨房大单水槽。对于厨房洗菜盆是装单槽好还是双槽好，一直争议不断。有人说双槽一边洗菜一边洗碗更卫生，也有人说单槽容量大更实用。但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大尺寸的双槽一定会占用台面操作台空间，所以在我看来，还是单槽是最佳选择，起码不会出现双槽洗不下锅、水倒出现的情况。另外，再搭配个沥水篮，同样能兼顾一边洗菜一边洗碗的功能。5. 吊柜下方加装补光灯。这个小设计，很多人在装修前期都很容易忽略。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无论厨房的顶灯有多亮，只要人往灶台前一站，切菜和备菜区必然是黑乎乎的一片。想要家人有更好的下厨体验和光线，就要记得在装修橱柜前期，在吊柜下方加装感应灯带，不仅可以增加橱柜的氛围感，还能弥补缺失的灯光。6. 隐藏式柜门拉手。橱柜明装拉手不仅会拉低整体颜值，而且经过橱柜时还容易刮碰，特别是装在抽屉等分层较多的地方，会显得笨重，还占空间，不好清洁。因此，很多人都选择隐形拉手设计。但要避雷的是，不做 U 型型材隐形拉手，开关柜门容易把手割伤，很鸡肋。建议做那种柜门一体式的隐形拉手。7. 地柜留一个开放格。强烈建议在装修橱柜的前期，在台面下方留一个开放格空间，用来放小推车的地方。厨房小推车谁用谁知道，它的好，用来放一些不需要冷藏的常温食品，比如洋葱、土豆，还有调料用品等等。做饭时打开柜门，把小推车拉到身边，拿取物品超级方便。平时一关柜门还什么都看不见，一点不影响美观。8. 燃气热水器做隐藏。现在基本上家里只要开通燃气，都会选择燃气热水器。毕竟相比于传统的储水式电热水器，出水量更加充足，而且是即开即热的。但想要厨房更加美观，不显凌乱，建议可以把燃气热水器隐藏设计在橱柜中。推荐选择百叶门，兼顾颜值的同时也可以透气，没有安全隐患。当然，如果不是平衡式热水器，担心影响进空气的话，最好把热水器下方的隔板去掉，这样更加安全透气。装修最怕什么？不怕过时，就怕踩坑。因为装修就没有不过时的，但装修一旦翻车踩坑了，入住后全是问题。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整理7个只有入住后才发现的装修坑，都是装修小白最容易忽略的地方，劝你要耐心看完，哪怕少踩一个都是好的。1. 地面柔光砖。近些年家庭装修流行做无主灯设计，灯光有层次，同时还能增加氛围感。很多人会告诉你，无主灯不能铺亮光砖，地面会有光斑，于是乎就买了柔光砖，结果入住后更后悔了，发现地面好像永远都擦不干净的样子。我猜你大概率是买错了，跟风买了便宜的柔光砖，市场上4、5、11片的都是柔抛砖，不仅不耐磨，还非常难打理。
真正肌肤釉面的柔光砖根本不会渗污渗色。2. 衣柜一门到顶，衣柜做一门到顶设计，确实美观大气，也很符合极简的装修风格。但你不知道的是，这个一门到顶衣柜最大的问题不是材料费贵，而是门板会变形。衣柜柜门做一门到顶，即使你加了拉直器，过个3-5年也会变形，关不严。花高价定制个未来有隐患的东西，不知道你图个啥。再说了，这个衣柜做分体设计，它就真丑吗？价格便宜不说，关键是它稳定不变形啊。3. 肤感膜柜门，肤感膜柜门确实很美，摸上去光滑细腻，质感一流。但是听我一句劝，千万别用在橱柜上，厨房是个重油污的地方。肤感膜柜门一摸一块污渍，全是手印，后期搞卫生会累到让你怀疑人生。其实要说抗污能力，还得是高光柜门，沾上油污一擦就干净。不过高光柜门也存在不耐划痕的缺陷，要我说，橱柜柜门还得是双饰面，既便宜又抗造。4. 吊轨推拉门，厨房做吊轨推拉门，想着颜值高，地面无轨道，卫生也好打理。但装了以后，你才发现吊轨门除了效果好看，其他全是缺点。首先，吊轨门密封性就差，因为不能完全落地，离地会有1至1.5毫米的缝隙，根本无法阻隔厨房的噪音和油烟。其次，稳固性也不行，因为自身重量原因，时间一长还会有下坠晃动的情况。还有价格贵，维修率高等诸多问题。所以说，千万别为了颜值去牺牲实用性。要我说，超薄轨道的地轨移门才是首选，不仅稳固性高，而且不会积灰、藏污。隐形踢脚线都告诉你，墙面做隐形踢脚线，说是不落灰，好打理卫生。但是我奉劝你，没有钱咱别硬上，做过的人都知道，隐形踢脚线要想达到完美效果，墙面冲金找平、刮大白费用至少多花1万多，不然后期全是瑕疵。踢脚线与墙面衔接的地方全是大缝子，根本没法看。所以说，预算不高，咱就用木质踢脚线明装，选和门框同色的，高度选4至6公分的，效果一点不差。6. 岩板一体盆，卫生间浴室柜装岩板一体盆是真心不实用。别看它颜值高，整体性好，但是入住后你会发现，这玩意用起来是真糟心，台盆浅，下水慢，易溅水，这些毛病抛开不说，关键是它这个所谓的一体盆，实际上都是打胶拼接的。这就导致它这个盆底边缘处都是卫生死角，根本擦不干净，而且时间久了还有开裂、掉底儿的风险。要说浴室柜最实用的，还得看性能成熟的陶瓷一体盆，卫生好清洁，用着也省心。7. 浅色环氧彩砂，环氧彩砂的质感美缝剂是达不到的，特别是配合哑光瓷砖，做好了有种缝隙消失的美观。因此，很多人宁愿多花钱，也要选环氧彩砂。但现实中做环氧彩砂翻车的也不在少数，大多数是因为选了浅色，尤其是白色环氧彩砂，基本上没过半年就出现变色发黄的情况。特别是像阳台有光线直射，或者是厨房油污重的地方，变黄问题更加严重。如果不想踩坑，切记浅色的瓷砖一定要用聚尿彩砂，才会达到缝隙消失、永不变色的效果。结语：记住，装修不要盲目跟风，特别是一些流行的网红设计，花钱多还不实用，与其去追求一些潮流，不如选择适合自己的。一切以入住后的实用性为主，才能最大程度避免踩坑。新家入住前，家具这个重头戏就要闪亮登场了。话说，选家具也是一项技术活，有的家具颜值超高，但中看不中用；有的盲目跟风，实则是花钱买了个坑。本期小编结合自身入坑经验和网友真实反馈，为大家整理7种中看不中用家具，提醒伙伴们多避雷，少踩坑。1. 茶几。茶几曾经是家具里必不可少的存在，但当下装修，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放茶几，因为真正生活后，它的利用率其实不高，而且客厅摆了茶几之后会显得小很多，尤其是小户型，就剩下一个过道了。并且有了宝宝以后，为了给孩子营造舒适的活动空间，客厅位置自然是越大越好，这个时候茶几也就成了鸡肋的存在。就像网友大文雅子分享的那样，茶几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是个累赘，放东西在上面会被孩子扔在地上，还容易磕碰到孩子。不放茶几之后，给孩子营造一座游乐园，客厅宽敞了，就算孩子折腾的再乱，几分钟也能快速打扫战场。在小编看来，小户型实在是没必要放茶几。当然，如果你确实有这个需求，建议选一个简约轻盈、方便移动的小边机。2. 岩板餐桌。
随着简约风格的流行，岩板餐桌也同样火了起来。它以高颜值、耐磨、耐腐蚀和好打理著称，小编也是因为这些原因才入手的。但用过之后才发现，不能光看表面，你还得看看它的另一面。首先就是市面上号称岩板的太多了，没有统一的标准规范它。网上几百元的岩板餐桌比比皆是，但很多都是拿瓷砖大板当岩板来卖。消费者也不是专业人士，不会辨别，这也就造成了餐桌开裂甚至炸开的情况发生，安全隐患很大。网友艾特周怂怂，我家岩板餐桌的寿命30分钟，脆得像豆腐，就要起来想把它挪个位置就裂了，安装师傅还没走呢，它的寿命就到头了。所以说，小编建议，如果年轻人实在喜欢这种岩板的质感和高级感的话，那么大家就选择有底托的那种，增加岩板餐桌的牢固性。像以上图片里岩板炸裂的，基本上都是一层板，下面就是简单的钢架和桌腿，这种的非常容易断，加上底托后，它就不容易断了。3. 吊椅，吊椅可是个老网红了。小编也曾因为畅想着在阳光明媚的午后，坐在吊椅里晃晃悠悠晒晒太阳、看看书而入手了一个，但是真正用过之后才发现，真是鸡肋的存在。由于它设计的原因，刚开始坐进去还好，时间久一点就会很疲惫，腰酸背痛的，还控腿，也不能摇晃幅度太大，容易倒。而且上班的时间居多，吊椅使用频率极低，还占空间，现在更是闲置落灰的存在了。所以建议大家真的不要为了一时的新鲜感就轻易买单，多看看使用者的反馈，就能少交不少智商税。但如果真的想要生活中拥有一些调性，不妨选择一把摇椅，既舒适又满足了晃晃悠悠晒太阳的需求。4. 升降榻榻米，升降榻榻米这个家具，相信大家即使没买过也听说过吧，毕竟它前几年是真的火，当然了，现在也没有被彻底淘汰。小编是前些年装的修，正赶上它最流行的之后，当初选择升降榻榻米，主要是因为想着过年的时候家里人可以聚在一起搓搓麻将、打打牌，平时3、5好友聚会时还可以坐在上面聊聊天、喝喝茶，而且它的储物空间也很多，又能储物又能休闲娱乐，真是一举多得。但是真正生活后才发现，它的利用率一点都不高，并且每回用完收拾它也非常费事，得完全蜷缩进去才能擦干净卫生死角。而且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基本没怎么用过，怕孩子磕碰到。再后来就直接当床用了，更是没有再升降过。小编以过来人角度建议大家，直接做正常全储物式榻榻米就可以了。后期真的就是当床来用的，只有换季需要收拾衣服被褥时才打开它，没必要多花钱做升降榻榻米。如果有桌子需求的话，可以买一个可折叠的小桌子，方便取用也方便收纳。5. 贵妃位沙发，说到贵妃位沙发，它真是老一辈人心头爱，又能坐又能躺，看起来就舒服。但是现在年轻人却越来越不喜欢它，总结其原因就是太占空间，也不太适合当下流行的极简风格了。网友艾特洛小范家里人给选的沙发，现在瞅也太土了，实在是不喜欢不能忍了，必须得改一改。贵妃位直接拆分开，坐垫套重新换颜色，靠枕也换新的，感觉沙发新生了。对于小户型来说，带贵妃位的沙发一点都不友好，特别占空间，不如直接买一个直排沙发，一个地墩或一人位小沙发，看着整洁立正时尚，还显着空间大。6. 床尾凳，床尾凳这个家具最开始是欧洲国家流行过来的，一般作用就是坐在上面换鞋、放睡衣外袍，还可以防止被子掉落之类的作用，主要跟床摆在一起，看起来很高档。小编当初也是因为看卖场这么一套摆着好看才买的，但是没考虑到面积问题。对于中国大部分家庭来说，它真的是个鸡肋的存在，因为我国普遍商品房的户型，卧室区域也就10多平的空间，放上床再放个床尾凳，基本也没剩下多少面积了，显着非常拥挤不说，半夜起来上卫生间迷迷瞪瞪的，还特别容易绊脚。小编有幸被绊到过脚趾头，那真是瞬间就神清气爽了，最后用不了多长久，它就沦为堆衣服的地了。小编建议，如果你的卧室非常大，且你的装修风格是欧式美式，那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不然的话都不建议买床尾凳。如果有更换的衣服没地方放的话，建议买一个墙面挂钩或落地衣挂，极省空间，而且利用率也高。7. 豆袋懒人沙发，当初买豆袋懒人沙发的起因是，小编去澡堂的休息大厅休息，
地面上放的就是这种豆袋懒人沙发，坐上去非常舒服。于是回家之后，果断在网上下单买了一个，但是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发现它真是很鸡肋。首先就是它是布面的，放在地面上的原因，它需要经常清洗，不然很容易脏。再有就是做的时间长点，非常容易变形，软塌塌的。后来有一次拆洗时，不小心把它里袋弄破了。好家伙，里面的泡沫填充物撒得到处都是，而且泡沫填充物因为静电的原因到处粘，收拾了2个多小时才收拾完，果断扔掉，再也不会买了。小编建议，如果特别喜欢低矮的懒人沙发，可以考虑买一个皮革面里面带支撑的懒人沙发，又好打理卫生，还不易变形，同时也没有填充物炸开的风险。文末总结，以上内容都是来自小编亲身经历感受以及网友真实评论反馈。这7件鸡肋的家居用品，建议大家列入断舍离清单，别再投入了。家庭装修买东西选材料，千万别死心眼，要么全挑贵的买，要么全挑便宜的买，一点主见都没有。小东在家装行业做了10几年，这一期就给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告诉你装修买东西哪些可以省，哪些即使你再没钱也不能将就，教你把钱花在刀刃上，耐心看完一定对你有帮助。咱们该省的省，该花的花，绝对不当冤大头。瓷砖不用买贵的，但木地板一定要选贵的。瓷砖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又不涉及环保，所以只要不是小工厂的杂牌砖，或者是大品牌引流款的工程砖，质量都没问题。你就放心去陶瓷批发城买，30、41块的，只要硬度和吸水率达标，几十年也踩不坏。但便宜的木地板全是密度板材质，环保很容易超标。特别是家里有地暖的，冬天供暖一开，甲醛成倍释放，这涉及到健康问题，千万不能马虎。所以想铺木地板的，建议认准大品牌，别想着省钱，首选 ENF 级或 F4星的。乳胶漆不用买贵的，但腻子粉一定要选贵的。乳胶漆咱们就去买品牌的基础款，500元左右一大桶的3合1就行，只要是优等品都具备防霉、抗碱、耐刷洗能力。其他的像什么竹炭的、净味的、儿童专用抗甲醛的，你听听就算了，都是扯淡。但腻子粉不能选差的，这玩意不仅影响墙面的涂刷效果，还涉及到环保问题。其实像好的成品腻子和便宜的腻子也没差几个钱，所以为了家人健康，没必要省。低端的腻子粉，它施工需要掺胶水，那甲醛埋在墙里10几年也挥发不完。前置过滤器不用买贵的，但角阀一定要选贵的。前置过滤器针对老旧房区或者住高层2次供水的住宅有一定的作用，它就像是一个粗过滤的大筛子，可以过滤掉水质中大颗粒的泥沙。有需要的话，咱们花个500元以内，选个不锈钢阀芯带反冲洗功能的就行了。但便宜的角阀它真用不住啊，才过个3、5年它就氧化漏水，今天把家里的柜子泡了，明天把楼下给淹了，你说你闹不闹心？所以为了省几十块钱的东西，咱犯不上，一定要买大品牌的，用着才放心。净水器不用买贵的，但燃气热水器一定要选贵的。厨下净水器只要是 RO 反渗透膜的，过滤出来的水质都一样，你花大几千买到的，只不过是漂亮点的外观和品牌溢价，还给你配个专用滤芯，后期每年换新成本还得多花1000多，真没必要。咱们通用滤芯的1000多价位的就行，但燃气热水器绝对是1分钱1分货。你买便宜的，大部分都是上置风机，噪音大，工作时它嗡嗡响，贼闹心。还有控温效果也差，水温忽冷忽热的，还有漏水的风险。所以千万别在这省钱，水汽双调控温、下置风机这些基础配置一个不能少。木门不用买贵的，但5金件一定要选贵的。室内木门主要的作用就是装饰，再高端的木门它也不隔音，所以买个1000多块钱的，只要环保级别达标就行，都能用得住。你只要不用脚踹，不用水泡，20、30年它也坏不了。所以咱们挑个款式好看的实木复合门就可以了。但和木门配套的5金和门锁一定要挑质量好的买，不然你用质量太差的，它3天2头给你添堵，不是荷叶松了，嘎吱吱响，就是门锁坏了，把孩子和老人锁屋子里出不来了。你说你着急上火不？有条件的咱就买了磁吸静音锁，300、500块也不贵。卧室床不用买贵的，但床垫一定要选贵的。卧室床说白了就是个床架子，它只要满足结实透气就行。追求档次咱就选个软包床头搭配排骨架的那种，追求性价比咱就买个实木床头和床体的。不管是选哪一种，建议价格都别超过3000块。但床垫就不一样了，睡眠的好坏和舒适度都是它决定的。
你选个太便宜的床垫，一方面是不环保，另一方面舒适度也不行，睡一觉起来腰酸背痛，浑身乏力的，第二天工作都不在状态。建议你至少选个3、4千以上的独立带的弹簧床垫。7. 窗帘不用买贵的，但窗帘轨道一定要选贵的。窗帘没必要买贵的，它只要满足装饰和遮光就可以了。说白了，这东西只要选对面料和颜色就行，品不品牌的真的无所谓。建议你就直接网上买，同样的材质和面料比实体店至少省一半，而且商家还会给你邮寄布料小样。但窗帘轨道一定要买质量好的，建议就选铝合金静音滑轨，多花不了几个钱。不然你像质量太差的，它推拉不丝滑，嘎吱嘎吱响，是不是特别影响心情？另外，建议选交叉轨道的，窗帘闭合严丝合缝，中间不会透光。8. 电视机不用买贵的，但投影仪一定要选贵的。电视没必要买太贵的，高端电视确实画质好，功能也多，但你一年也看不了几次，买回来也是浪费。而且新品更新迭代的也快，几乎是1年一个价。所以咱就花3000块买个75寸的就可以了，挂在客厅墙上也显着气派。但想装投影仪的，不能选太便宜的，价格低于5000块的，那都是低端产品，最多算是个大型幻灯片，抗光性差，泛白边，白天看你得拉窗帘，晚上看还模糊，啥都不行，买回家当个玩具玩玩还凑合。为什么不建议做全屋瓷砖通铺？当初不听劝，坚持全屋瓷砖通铺，如今入住2年后，真的是有苦难言。有一说一，全屋瓷砖通铺在前些年是非常流行的装修方式，凭借整体性好、延展性强、易于清洁打扫，并且看上去更显美观大气等优势，深受业主们的喜爱。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网络上对于瓷砖通铺的差评越来越多了，甚至让很多人抱怨说，所谓的整体美观在缺点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为什么红极一时的全屋瓷砖通铺没火多久就不受业主们的待见了？结合我家自身的情况以及一些网友家的真实反馈，总结了瓷砖通铺的4大缺陷，大家一起看看我说的对不对。1. 瓷砖损耗大。不得不说，全屋瓷砖通铺相比传统的过门式铺贴方式，整体性更强，空间不会有割裂感，而且材料统一，看起来比较舒服，尤其是墙地通风的效果也会让空间更显大。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必然会浪费更多的瓷砖，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空间面积尺寸大小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瓷砖切割的情况，剩下来的边边角角很难被2次利用，因此瓷砖损耗大是避免不了的。就拿我家来说，套内120平方280片800×800的瓷砖，完工后只剩下16片，其中厨房墙面还用了卖家赠送的12片杂砖，最后算了一下损耗率，竟然达到了33%。像我家这种情况并不是个例。网友艾特海绵宝宝的家说，之前想过全屋铺瓷砖会有浪费，但完工后还是觉得多的有点离谱。我家建面才88平，铺贴前还找了设计师出排版加加工尺寸，结果买了212片砖，就剩3片，这太不合理了吧？所以说，无论房子面积大小，瓷砖选择什么规格，只要是全屋瓷砖通铺，那损耗率至少是传统铺贴的2至3倍以上。2. 装修成本高。很多人在装修前会认为全屋瓷砖通铺选择一种材料会省钱，但事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要知道，全屋瓷砖通铺往往选择大尺寸瓷砖才能达到通透大气的效果。这个瓷砖价格本身就不低，施工中还需要水泥、沙子等其他材料。此外，就是额外的人工费也是出奇的高，因为大尺寸瓷砖铺贴它需要技术，特别是瓷砖上墙、墙地对缝等工艺，如果铺贴不好，不仅会影响整体美观性，还会带来瓷砖空鼓、高低不平等问题。所以说，瓦工的技术越好，工人的要价就越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网友艾特慢慢的妈咪说，第一次装修有被惊呆到，万没想到瓦工的工费竟然比瓷砖还贵。坐标18线小城市，建面114，套内85，通铺800×800的瓷砖，铺贴总价花了8350，费用贵得让人吐血。网友艾特小草莓的家说，全屋瓷砖通铺好看是好看，但真的贵啊！如果是小户型、低预算，真的要劝退大瓷砖。我家套内才80多平，当初想着买大砖可以1片抵2片用，结果房子小，浪费了好多砖，看着真心疼。当初对工费也没概念，找了手艺比较好的师傅，没想到工费花了9000块。3. 效果达不到预期。即使你花了很高的装修成本和人工预算，全屋瓷砖通铺完工后的效果也很难做到100%满意。网上大家对于瓷砖通铺效果吐槽抱怨最大的一点就是达不到原本的预期。像我家之前的房子，
选择的是750×1500的大砖通铺。虽说在铺贴前做了精心排版，但在客餐厅位置还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边条情况，就是大家常说的老鼠尾，看上去显得十分碍眼。此外，还有一部分业主经历了假通铺、墙壁没对缝、砖缝大小不一等等不同程度的翻车情况。网友可爱捕手小夏说：“看看我家瓷砖通铺的效果后，你就知道钉工有多重要了。贴砖前已经明确和师傅说要通铺了，结果厨房和客厅之间还是被师傅用瓷砖切割了过门石。这种假通铺效果实在是丑，对师傅而言就是方便施工，不想返工的话只能硬着头皮接受。总之，全屋瓷砖通铺或多或少会出现不尽人意的情况，让人有苦难言。4. 缺少温馨感。通铺瓷砖，全屋选择一种材料，确实更利于后期卫生的清洁与打理。但这种装修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很难营造出家的温馨和氛围感。众所周知，瓷砖自身的光亮效果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如果家里的卧室、客餐厅，包括厨房、卫生间都选择瓷砖，会过于单调和冰冷。尤其是冬天，一回到家后就好似走进了大冰窖，让人感觉很阴冷。进到卧室休息，也没有家的温馨和舒适感。网友西西女士说：“全屋通铺瓷砖，肠子悔青。当初装得太仓促，很多问题没计划好，盲目跟风，结果入住后后悔。卧室真的不该贴瓷砖，这个冷冰冰的地面属实一股凄凉。”网友杨洋妈说：“全屋瓷砖是我家装修踩的最大的坑，钱没少花不说，还显得房间冷冰冰的，不够温暖。想砸了重装，但又心疼钱，不砸吧，还实在不想住。”在我看来，家里的卧室、书房、儿童房这些区域更适配木地板，相比于瓷砖，更能营造出让人放松和温馨的舒适感。总的来说，虽然全屋通铺瓷砖整体性好，看上去美观大气，也便于卫生清洁，但选择这种装修方式的缺点也不少，比如说装修成本的增高、施工难度加大、效果很难达到预期等，而且还会缺少家的温馨和舒适感。所以说，奉劝大家在装修前还是要根据自家实际情况去选择，切勿盲目跟风，否则后悔的代价只能是自己买单。都说无奸不商，只要昧着良心，就会赚到更多的钱，这话一点不假。如今的资本为了方便他们获利挣钱，会编造各种谎言来哄骗消费者，但可怕的是，很多人还深信不疑，并且为此还买过单。这一期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些年资本家为了忽悠你钱所编造出来的7大谎言，让大家看到真相，别再上当了。1. 面膜能补水。女孩子天生爱美，不管是小女生还是上了年纪的阿姨，都很在意自己的容颜。资本正是抓住女性的这个心理，大肆宣传面膜的功效，什么能补水、能美白，经常使用面膜能让皮肤更加水嫩光滑。但实际上，早就有学医的相关人士辟过谣，面膜能补水完全就是谎言，它只是把皮肤的角质层泡胀了，短期内给人一种水嫩白皙的假象。所以说，市面上所有号称能补水的面膜，其实都是智商税。只有按时休息、合理的饮食加运动，才是保持年轻的秘诀。2. 味精致癌。早期味精是国人厨房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但自从听说吃味精对身体不好，会掉头发，甚至吃多了会致癌的说法后，很多家庭都不敢用了。于是资本开始大肆营销鸡精，编造出鸡精更健康的谎言。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其实味精的主要成分为谷氨酸钠，它就是以粮食为原料发酵制造的，食用非常安全。反之，打开鸡精成分列表，排在第1位的就是味精，之后还添加大量添加剂，所以两者谁更健康？答案不用多说了吧？知道真相的你，是不是也感觉这些年我们都被资本骗了？3. 硅藻泥除甲醛。很多人装修房子最担心就是室内甲醛超标，危害到家人健康，于是宁愿多花点钱，也尽可能的去买一些环保的装修材料。于是，一些资本嗅到了商机，推出墙面涂料硅藻泥，宣称不但材料本身天然环保，而且还能吸附室内甲醛。凭借硅藻泥除甲醛的谎言，在前些年的装修行业里卖得风生水起。但实际上，硅藻泥的主要成分是硅藻土，它确实有少量吸附游离甲醛的能力，但却没有去除甲醛的功效，而且吸附饱和后还会2次释放。所以硅藻泥可以除甲醛就是智商税。此外，真没必要花钱去买那些所谓的除醛产品，什么绿萝、活性炭、光触媒等作用都很小，只有开窗通风才是最省钱且实用的去甲醛方法，没有之一。4. 吃猪油不健康。老一辈人都喜欢猪油，用猪油做出来的饭菜不仅香气宜人，而且口感也更加美味。
但是资本家为了更好的销售大豆油，就开始在各个渠道打压猪油，编造出吃猪油不健康，是心血管杀手的谎言。但实际上，这就是20世纪营养学最大的骗局。猪油不仅安全，而且还被评为是最有营养的食物之一。所谓的饱和脂肪酸，实际跟心血管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家的一个亲戚，农村的遗老，今年87岁高龄，吃了一辈子猪油，身体还是健健康康的。所以真没必要去花高价去买所谓更健康的调和油。5. 防晒服才防紫外线。今年夏天想必卖的最火爆的服饰就是各种防晒服了。资本依靠只有防晒服才能对抗紫外线的谎言，狂挣了中国女性近600个亿。但实际上并不是非得要买防晒衣，其实普通的衣服也能防晒，随便一件衣服的话，它都有一个物理遮光作用。尤其是深色的纯棉服饰，遮挡紫外线的能力甚至比防晒衣效果还好，并且市面上真正能挡住紫外线的防晒衣，符合标准的少之又少，很多都满足不了 UPF40 加的评定标准，所以别再为这些智商税产品买单了。6. 钻石永流传。钻石保值是本世纪最大的商业谎言，骗了我们消费者100多年。资本家为了卖高价，获得更高利益，大肆宣扬钻石代表永恒，代表爱情的宣传口号，说什么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但实际上，钻石的成分就是碳，不是啥稀奇玩意。随着越来越多的钻石矿被开采，以及人工培育钻石的诞生，钻石的谎言被一步步揭穿，如今的贬值率高达 99%。这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婚前你拿2万块买的，现在想换钱，它只能卖200。那些上当受骗的人真的是欲哭无泪。7. 一次性筷子破坏森林。前几年疫情原因，公司食堂停业，开始发盒饭了，然后就有同事倡导大家不要使用一次性筷子，说太浪费，还会破坏森林，还拿出相关数据，说我国每天消耗130万双一次性筷子，相当于砍伐了42棵参天大树。对此我深信不疑。后来直到看到头条官方辟谣，才知道又是一些利益相关者和资本编造的谎言。如今的一次性筷子多数都是用作家具剩下的边角料，或者是人工种植的速成林木，根本不存在毁坏森林一说。而且据我了解，一次性筷子的普及和推广对国内传染病防治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说在最后，这些年老百姓挣钱不容易，黑心的资本商家为了利益，想尽一切办法来忽悠消费者。这些骗局是时候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被蒙蔽的双眼也该擦亮了。